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揭秘学习手语的故事，都说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，他做到了。电影《震耳欲聋》将于10月4日上映，昨晚19点整，标榜律所正式开始营业。导演万历，领衔主演谭健次、王歌齐聚直播间在线接单。补完2场直播，我对谭健次唯有拜服。虽然很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对自己狠且有高追求的演员，但真切的听到细节还是会动容。这是一场非常有内容和深度的一个宣传直播，你完全能感受到一群年轻的电影人在认真的创作和思考，每个人都是投入且有思想的。通过他们的表达，你会很期待他们会碰撞出多少火花，制造出多少惊喜。每个人都很有思维逻辑，表达顺畅且有深度，真的好喜欢这种创作氛围啊！直播一开始爆开的黄色彩带就给我们李琦律师吓了一大跳，大大的震耳欲聋了一下。主持人问谭老师关于李琦最大的挑战和难点是什么？谭老师真的是把李琦这个人物完全吃透了，要知道他可是刚刚从雷达活动现场赶过来的。几乎没有任何准备时间。9点19日这天，他的各种活动密集的是一场接一场。谭健次说，开拍之前就已经把戏里所有的手语台词学会了。有一场非常高难度的手语爆发戏，连专业的手语老师都说不可能，还是完成了。他说难点肯定在于你对这个语言的不熟悉，因为它毕竟是你新学的一门语言。而且它没有声音，没有语气，没有等等这些去传递。那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些手语动作必须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。然后我也有观察到很多聋人朋友，他们的手语其实是非常快的。所以我也在想，我是希望自己在影片中，自己在说话也好，在打手语也好，它是非常肌肉记忆的一个东西。它不是需要去思考的，就是像脱口而出的一些比较迅速的反应。幕后故事揭秘，手语挑战。所以这个需要练习。当然我觉得因为它没有声音，没有语气，你要通过你的表情，通过你的肢体传递给你的对手，或者说是传递给观众更多的信息。原来手语要自然到如同肌肉记忆，一般是这个意思。看到一个词，立马要想到用手语怎么表达；看到一句话，立马能做出来这几个动作，并且要又快又流畅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直播的时候，这些词谭健次都能在第一时间想到，并且快速的做出来，反应力和记忆力超强，时隔几个月依然记得，是真的形成肌肉记忆了。真的。谭健次对手语的应用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，太强了。5个动作1秒做完了，就眨了一下眼睛的功夫，我都没看清，然后他就做完了。这也太快了。我们只知道学手语很难，但这么一看，这简直是难到离谱，相当于新学一门语言，且没有声音，没有语气，而且要非常迅速形成肌肉记忆。谭健次就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会了，并且在开拍前就把戏里的手语台词学完了。谭老师私底下到底下了多少功夫啊？专业手语老师觉得不可能完成的表演，恰恰成了他最好的勋章。谭健次证明，所谓天赋，不过是把认真2字刻进 DNA 里。而且这都过去5个月了，谭健次还记得清清楚楚。还能这么流畅的表达，足以说明手语确实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，手语练到肌肉反应，这就是所谓的手速跟得上语速，不愧是你谭健次。万历导演因为在现场会临时改一些台词，有时候是手语的词，然后改完之后健次就直接能用手语比划出来了。分享片场趣事，即兴创作。谭健次回忆震耳欲聋片场趣事。原来谭健次在震耳欲聋中前期李琦出场镜头鞋子掉了的桥段是现挂。
第一次拍摄的时候不小心斜掉了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把这个桥段加进剧情里了。提到今天网上的热梗，谭健次表示里奇内娱地一款证人孙子实在是太好笑了，他还发了个朋友圈。谭老师还说有一场戏笑得所有人停不下来，里奇的高级手表表盖飞出画外。镜头拍摄本该在这里结束，但导演没喊 cut， 于是对手戏演员开始现挂。王哥，李律你这 A 货不行啊！谭健次抬起手腕，什么 A 货？我这是 relax 眼神，坚定要入党，你值得拥有。于是我特意去搜了一下这条广告，一下子感觉特别搞笑。这绝对是代言人对于有商明晃晃赤果果的商战。雷达表获成最大赢家。谁能告诉我这是啥情况？这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怎么比喜剧还好笑啊？谭健次，你到底给人多少惊喜？你的小脑瓜里怎么这么多有意思的梗？好演员的专注力和创作欲。谭健次说，和他们演戏的时候，我自己会觉得很过瘾，甚至说导演跟我说再来一条的时候，我都会带着兴奋的感觉，就是哇，又可以再来一条。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知道，到底是怎么样一场戏让谭健次说出真的是要了我半条命。就连手语老师都觉得开什么玩笑，我们这从业几十年的人都不可能完成，甚至这场戏都要改了，结果最后谭健次完成了。是整部电影最难的一场戏，到底是怎么样一场戏啊？至此，谭健次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多大努力，我们没有人能完全想象到。短时间内新学了一门语言，完成了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一场戏。万历导演有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触，他说过去对谭健次的了解仅局限于局部印象，接触后才发现他本人的厚度。他很希望他的这次合作能把谭健次另外的一面展现出来，让更多人了解他。这个真的太触动了。我们知道谭老师另外的一面是什么，我们知道他能力的领域有多宽，但是这些需要有厚度的作品来承载，来展现。如果能做到好好的表现出来，让更多人看见他不一样的东西，无论对这部作品本身还是对未来的拓展，都是极其有利的。不是喜欢，而是意见。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当主持人让主创最后安利电影时，健次说的是电影上映后希望得到大家的意见。这里既有自信，也有谦虚。自信在于敢于面对各种声音，谦虚在于不把观众当成只负责喜欢的群体，而是真正尊重观众的审美和思考。一位演员在宣传场合没有商业味，作为一个普通观众，我感受到了尊重和诚意。我觉得这就是好演员该有的态度。看整个主创团队那么兴奋，创作的那么愉快，相信这部作品有能力把这些承载展现出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最后许愿谭健次的愿望都实现，祝震耳欲聋有一个完美的票房。10月4日静待花开。